这一仗打完，咱们就能回家了。老少，少爷，我是你兄弟。张学和不会，就都不给你了。老少！你的未婚妻宋昭言已被那花花公主围攻，恐怕是……万圣君主率师伐国，灭万敌，拓疆3000里，封瑞为天下冠，五勋正式，威信安邦，诏封冠军侯。臣领封。恭贺冠军侯！恭贺冠军侯！镇远王，壮士出征300万，谁知时祸救无郎。此役乃无数边关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，何喜之有啊！我知道冠军侯一直对于袁胄一事耿耿于怀，我的人也确实在半路上遭到埋伏，确实无法及时得到支援。在这里，我要向冠军侯说一声对不起。你一句对不起，就能抵得过多死的8000将士吗？该庆幸，若不是战事已停，大周百废待兴，需要用人，不然你的脑袋早就掉了。叶枫，我知道万圣军伤亡惨重，甚至连你的未婚妻宋昭言都差点陨亡，让你难过。你放心，不日我便会册封宋昭言。陛下，大周能有今日的荣耀，并非因为我为叶枫，更不是因为宋昭言，而是无数的边关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。你应该嘉奖的是他们。我会在3日后用万圣军的军功册册封宋昭言，陛下无需挂念。臣请陛下善待这些将士们，让伤残的将士们老有所依，让死去的英烈魂归故里，让他们的老幼遗孀皆有所养。准。镇远王，此事交给你去办，务必妥善安置大周勇士，将功赎罪。臣领旨。陛下，臣最后一桩心愿已了，叶枫，请死。为何？臣征战10年，也护了这大周10年，也该回家歇一歇了。准。老萧，你放心，回去以后，你的妻儿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听说萧卫国在战场上被砍了30多刀，内脏都露出来了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哎，战争就是这么残酷，大周能有今日安定，多亏了萧卫国这种悍不畏死的英烈。那有什么用？刚开始还真以为把别墅分给了萧家，结果让人家拍完照又把人赶出来，把别墅分给了总督的儿子王子雄做婚房，那1000万的抚恤金也成了空头支票，根本抵不了用，真是让人寒心。10年前我们奉子成婚，结合大周为难，新婚夜你便要随军远征。我为你当父的母亲，你说这是家国大义，我一个女人不能。
郁而归，希望一日如花。你去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和女儿对你日子也盼10年了。整10年了，你知道我和女儿是怎么回来的吗？好不容易把咱们当成正室，可是这人呢？你回来呀！张轩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要节哀呀。是，魏国走了，你不能累坏了身子，不然的话，以后谁照顾不回？哎呀，我去！妈的，真晦气，死了还当老子的道！去你妈的！王子雄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王子雄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抢了我们家的别墅，看我们的抚育金，现在还在我丈夫的花钱，你这是不是人呢？叫什么叫啊？老子拿你们这些底层人的东西是你们的荣幸。你逼我欺负我们！就凭我爹是云城总督啊！怎么，你爹也是？我告诉你，敢挡我的路，踩你们花圈上是轻的，信不信我把这灵堂也砸了？王少息怒啊！张雪老公萧卫国生前也是万圣军一员，你爸也是云城总督，大家都是为公家做事。现在萧卫国已经死了，现在举办丧礼，死者为大，王少给个面子。算什么东西？我给你面子，回来！今天是老子的大婚之日啊！都不许哭，给我笑！笑！妈呀，你别砸我妈妈的灵堂，要不然我妈妈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小兔崽子，让你笑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不会。这就是惹怒老子的下场。不会让妈妈看见不会妈妈。真他妈晦气！老子大婚之日碰到白事也就算了，还沾了你这个死丫头的血。你别在我妈妈的灵堂坏，你别在我妈！滚一边去！没人要的小杂种！我看见你了！哎，真他妈的晦气！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，遇上你们这家扫把星。让你不得好死！王少，死者为大，一看您这气也消了，行行好，算了吧。是啊，王少，魏国他生前是万圣军，征战10年，如今的大周盛世也有他的一份功劳，你就让他安息吧。万圣军又怎样啊？现在战事已定，天下太平，谁又在乎他万圣军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老子要踹这灵堂，到时候谁敢拦你们，就往死里打，听到没有？住手！
这个死也不会挑个日子冲撞老子的大喜之日，老子今天就要扬了他的骨灰！你这个畜生！我诅咒你还天打雷劈！天打雷劈！老子让你看看谁是这云城的天！赵云让你不得好死！小云国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不顾性命守护的一切。你到底守护了些什么？你用性命守护大众生和呀，谁来守护我们呀？哎呦，刚刚没注意，你这娘们还有点姿色。听说你老公出去征战10年，战死了，那这10年你一定非常寂寞，非常空虚吧？那我就大发慈悲，滋润滋润你啊！放了少雪，人家丈夫是为国捐躯，你不但砸了灵堂，还在灵堂前羞辱烈士遗孀，你这还是人吗你？简直是丧尽天良！他妈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一边去！住手！住手！万圣军遗孀，你久坐。孩子，你回来了。小子，对不起，我明天平安的把老肖带回来。小子，先把布回带走吧。哦，小五啊，你帮我带孩子去包扎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妈妈，嫂子，大寿不是给了你1000万，还有一套别墅吗？那些死去的将士，我花巨资给他们修建了公墓，以大周国礼厚赠。不仅如此，大周还斥巨资给他们修建了楼宇，让将士的遗孀们都能分到3居室的大房子。那些活下来的将士们，每个月都能领到1笔不菲的津贴。那些退役的将士们，我也给他们安排到各大机关工作，给了他们高于当地平均水准的工资。这些你都可以尽管放心。就连你的好兄弟萧卫国，我也是让人特别照顾。我给了他家属1000万和别墅1套，足以可以让他瞑目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名册和照片，你可以看看。刚开始说给我们1000万，还有一套别墅，结果就只是在别墅门口拍了张照，就被这个畜生抢去当婚房了。简姬，你个畜生！哎呀，哎，大头兵，胆挺大的，还直呼镇远王的名字。你现在马上给我跪下求饶，再自断一脚，否则这里所有人都得死。面对百万雄师，我都不曾皱眉，就凭你，也想让我下跪？我爹是云城总督，要敢动我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完蛋！告诉你，萧卫国为大周征战10载，开疆拓土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大周的盛世。然而你却拆他灵堂，扬他骨灰，辱他家人。你敢这么对我？你与萧卫国虽未见其面，但却受其恩。然而你却不知感恩。今天我就教你这个畜生，如何尊敬先烈，永续铭记，一败先烈，忠勇护国；二败先烈，永垂不朽；3败先烈，
有我大周。接下来，我就送你下去，为阵亡的将士们好好道歉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宋将军，宋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只有你们万生军的人竟然敢打我，把国会给我打乱！带着你的人，宋将军，他不仅打我，还逼着我给死人下跪，你不应该把他抓起来问罪吗？本将做事自有分寸。啊，你是不是想包庇这个大头兵？啊，我爹可是云城总督，你不给我个解释，我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宋昭言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人解释？好，你既然敢打我，我回去告诉我爹，扒你这张皮！再不，杀了你！大头兵，我记住你了，来日就10倍奉还。走。你不应该放他离开的，像这种丧尽天良、侮辱英烈遗孀的畜生，就不应该活着。叶枫，如今战事刚刚结束，你也应该收起往日军中的暴脾气。王子雄的父亲是云城总督，背靠镇远王。你若是真是逞一时之快杀了王子雄，哪怕是我也保不了你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我来处理。我知道萧卫国是你的好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人厚葬萧卫国，如烈士陵园。赵岩啊，你来的正好。如今战事结束，你和叶枫的婚事……妈，我不想在魏国的灵堂前讨论这些儿女情长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魏国生前一直挂念你的婚事，还想喝你的喜酒。今天就在魏国的灵堂前，把你和赵岩的婚事给他定下来，这也算是了结了魏国的一桩心事啊。伯父伯母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赵岩，是叶枫这小子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？赵岩啊，是我们家哪里做的不好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，我们只要能做的一定满足。10年的感情，你要退婚，请给我一个理由。你觉得你现在还配得上将军？将军现在是万圣军与将军，可谓封侯拜将，名满天下。3日后，冠军侯还会亲自册封，而你出征10年，归来仍是无名小卒。哼，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看不上我叶枫了是吧？10年的感情都要抛之脑后，对吗？10年感情不过是你一事无成的遮羞布。你要真的有能力的话，将军战场厮杀的时候你在哪？将军建功立业的时候你在哪？甚至前几日将军命悬一线的时候你又在哪里？我一直在。闭嘴！叶枫，退婚吧，这跟富贵地位无关。我宋昭言虽是女儿身，但7尺之躯早已许过。我未来的男人也只能是一个与我携手驰骋疆场，为大周荣誉而战的大英雄。那你觉得何为英雄？这天下英雄，唯冠军侯氏以他一人之名，勇冠全军，威压百国。唯有这样的男儿，才能做我宋昭言的夫君。那你觉得你哪一点配得上冠军侯？我即便现在配不上冠军侯，但3日之后他会为我亲自册封，我总归是有机会能够见上他的。就算是他看不上我，还可以努力，总有一天我能配得上他。就怕冠军侯看不上你。即便冠军侯看不上我，我也不会和你结婚。我宋昭言的男人只能是大英雄，为将为帅，战功赫赫，而你叶枫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，担不起我丈夫之名。无名之辈又如何？谁说无名之辈就不是英雄了？征战10年，有多少像是魏国这样的无名之辈前赴后继，舍生忘死，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周盛世？但凡保家卫国的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皆为英雄。正是你口中这些无名之辈，撑起了我大周千百年的真正傲骨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今天这婚约必须得。念在往日情分，我会继续帮助你们叶家，甚至在军中给你谋个不错的官职。签字吧。好，既然你宋昭言肉眼凡胎不是真的，有着成全，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。
这婚我可以退，但是你记住了，是我叶枫休了你宋昭言。你叶枫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，我乃万圣军军中女将军，你有什么资格休我？你配吗？我休了你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配我婚的后果承担不起。你叶枫算什么东西？你问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叶枫征战10年，就大周于危难，单枪独战100万敌，双掌横推14州。你说我是什么？就你还单枪独战100万敌，你以为你是冠军侯啊？这休书我宋昭言不接受，你叶枫没有资格休我。昭言，你别生气，毕竟你们10年的感情，叶枫肯定是不舍得你才这么说的。你要不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伯母，对不起，今天就算是您求我，这个婚也得退。叶枫，我知道退婚对你们叶家打击很大，但我今天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3日后呢，就是我的册封大典，到时候名流齐聚，冠军侯也会露面。你稍微认识几个大人物，你就可以一飞冲天。还希望你好好珍惜。孩子，都怪我，爸没有本事，帮不到你。爸妈，别担心，这天下只有别的女人配不上我。他宋昭言不嫁入我们叶家，那是他没眼光，他会后悔的。嫂子，为国临终前，把你和不悔交给了我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们，不让你们再受半点委屈。叶枫，我们不要紧，倒是你打伤了王子雄，我怕他会回来报复你。没事的，嫂子，他王子雄若是敢来报复，我连他王家连根拔起。没事的。宋将军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年纪轻轻便登上了将军之位，也不知今日冠军侯会如何册封宋将军。以宋将军如今的身份，再册封的话，恐怕就真的要封侯了，前途真是不可限量。我宋昭言能有今日，都是承蒙冠军侯的厚爱。这就是叶枫吧？听说在万圣军里奋斗了10年，到头来啊还是个小兵。整整10年还是个小兵，这叶枫得有多怕死？怪不得宋将军要退婚。您这种废物也敢来参加册封大典，怎么难道还想缠宋将军不放吗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？是我让他来的。我和叶枫认识10年，今日让他来，也算是看在往日情分之上，让他见识见识冠军侯的风采。叶枫，我今天呢，就是希望你能看清我们2个的差距，还望你知难而退，莫要纠缠。你我之间的确有差距，因为你只能仰望于我，呸！你个废物，哪里来的勇气和宋将军这么说话？宋将军战功赫赫，红颜无双，让无数男人都自愧不如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让无数男人自愧不如，我倒想看看这娘们到底多厉害。宫本川藏，你来干什么？早就听说宋将军本事过人，被5大南荒高手围杀，如今穿身而退，还把他们全都反杀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领教领教，不知道宋将军敢不敢接招？宫本川藏在册封大典上挑战宋将军，摆明了就是来惹事的，想让宋将军难堪呢。难道万圣军女将就浪得虚名的花瓶吗？既然你自取其辱，那我就成全。
拔刀吧！你还没有资格让我拔刀，找死！招式华而不实，送状元宴会，真没有意思。接下来我要出手了。这点实力还没有资格让我亲自拿下。阮胜军将军也不过如此，就这种三脚猫功夫的娘们儿都能当阮胜军的将军，照我看，阮胜军就是一群垃圾废物。万圣军乃我大周之军魂，容不得你宫本川藏侮辱！操！谁允许你侮辱我们万圣军？我侮辱万圣军怎么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本事上来跟我比划比划！来！看来不单是万圣军是废物，大周的每个人都是废物。男人个个都那么弱，还没有我们扶桑的娘们那么出息。现在还有谁上来挑战？可我先说好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打残了打死了，别怪我。我来。你们大周真的是没人了吗？哈哈哈！竟然让一个走路都不利索的上来送死！谢破罗，你快下来！就连我跟他交手，我都打不赢他，你上去和他打，和送死没有区别。即便是，但我也是大周的子民，容不得你侮辱万圣军，容不得你侮辱大周。我虽残躯败体，但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，死亦快哉！还有谁？我还没有败。我乃万圣军死士营旧部，在万圣军死士营的字典里就没有失败二字，只有战死方休。什么死士营？那可是真正的勇士，是万圣军的刀刃，是勇士中的勇士。哎，都怪我们没用，他们用性命为我们铸就的盛世，我们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可是你不比当年，你现在可是走路不利索的人。无可否，自从我加入万圣军的那天开始，我骨子里面流的便是万圣军的热血。即便危如蝼蚁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也要为了国家荣誉而战，九死不悔。无名之辈又如何？谁说无名之辈就不是英雄了？征战10年，有多少上圣卫国这样的无名之辈前赴后继，舍生忘死，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周盛世。但凡保家卫国的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皆为英雄。正是你口中这些无名之辈，撑起了我大周千百年的真正傲骨。铁面为兄，折我峥嵘，衣甲玄青，入我军中，名曰死士，君王方休，魂归天息，死之方穷。君虽千万，归矣，吾往矣。此300人已破阵而死，救我死士营颜面。今后此300人不归我死士营所部，降为常民，拨回原籍。同等不被我死士营滔天杀孽，入那幽冥之处，当为梁山之畔。来生再投个好世道。死士营奏课。
我的刀杀敌无数，可一直没有尝试过40营的鲜血。今日我拿你这刀。谢破鲁，你快下来吧，别上了，你为大周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是啊，谢破鲁，你快下来吧。谢破鲁，我以万圣军将军的身份命令你下去。为万圣军荣誉而战，为大周荣誉而战，40营冲锋！这就是40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难道40营的使命是送死啊？宫本川藏，你不要杀他！我现在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你现在向我跪地求饶，并承认袁胜军是废物，大周是妈废物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万圣军万岁！大周国永昌！装死！不要！手下败将自不量力，我先分裂你一条胳膊。万圣军大道法第3式：天地无情恨多少，灭地孤身弃无眠。如今第8式：冤魂不愿为天意，命入虎拳搏斗。红拳。谁人指点？谁有本事出来跟我比划比划？谁有本事出来跟我比划比划？大周境内，外族尽心。赵岩、破鲁，你们做的够多了。赵岩，你把破鲁送下去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吧。你既然让他们下去，那就替他们受死吧。叶枫，你赶紧下来，连我都不是宫本川藏的对手，你更不可能打赢他的。你快下来呀！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。我大周人人如龙，人人皆是英雄。我叶枫何须逞英雄？你的万圣军刀法太过粗劣，不然早就把宫本的脑袋给砍了去了。狂妄！万圣刀法在我面前掉成小鸡，我一只手捏死你们！小子，现在跪下来求饶，惹我高兴了，便让你。区区扶桑也敢断言亡我大周？我虽大周一匹夫，捍卫我大周之荣耀，扬我大周之国威。好一个壮我大周之国威！我大周山河万里，你扶桑区区6岛，也敢扬言亡我大周，简直痴人说梦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错了，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战功显赫之人，而是这些默默无闻、守卫家国的普通人。小子，成功惹怒我，我要杀了你！看好了，我只教你这一遍：拳自游龙万兵长，一枪风雪，一枪兵。5。今日是册封大典，我不想你的血脏了这里，赶紧给我滚！你敢羞辱我，我要杀了你！再不滚，我就拿你的脑袋做我们死去的军魂！滚！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找我师傅收拾你！快跑这俩哥们儿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身手远在我之上，怎么可能还是一个无名小卒？宋将军，今日可是你的册封大典啊！替我转告冠军侯，如今大周的盛世荣耀是属于谢破鲁的，属于每一个为大周舍生忘死的勇士，而不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此番册封大典，我宋昭言受之有愧。魏国，你安息吧，嫂子和不悔，我会照顾好的。张雪，以后啊，你和不悔就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就行了，别客气。谢谢奶奶。昭言，
你来了，正好。张雪要感谢你给找到这块墓地呢。宋将军，谢谢你让魏国葬进烈士陵园。萧夫人不必客气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你们的别墅和1000万，估计要再等几天了。魏国能安葬在这里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房子和抚恤金，我不想了。那些坏蛋不会给我们的。嫂子，后悔。放心，你们的东西我一定替你们讨回来。是啊，你们要相信叶枫，他会尽力的。哎，好了，这些暂时先不说了。赵岩，你今天是来找叶枫的吗？伯父，我……宋将军，屈尊到这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你是为了退婚的事情来的吧？不是的，阿姨，我不退婚了。太好了，魏国生前可是一直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。叶枫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我太过自大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马上跟你结婚。为将者，出尔反尔，反复无常。你这样子，你手下的人怎么看你？臭小子，人家一个姑娘家都给你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，你要是把我的儿媳妇气跑了，让我明年抱不上大胖孙子，我跟你没完。妈，姐姐，你是将军吧？应该很厉害，你能不能帮帮王婆他们？不悔，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那些阵亡将士们的遗孀，无家可归，只能住在废弃的东风化学厂。无家可归？上面发的房子都被王子雄卖给关系户了，抚恤金也取不出来，他们没有收入，还要看病生活，只能住到废弃厂房里边，省一点钱。我们娘俩要不是有你爸妈帮忙，估计也要住工厂了。不过其中最惨的一个是王婆，3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，她还得了癌症，孙子和孙女只能辍学乞讨生活。我原以为他们只骗了嫂子你们一家，没想到他们骗了所有将士遗孀们。这个王子雄真是该死啊！简直就是一帮畜生。王子雄最近还把废弃工厂那块地卖给了云城首富的儿子赵京城，准备把它打造成一个高尔夫球场。要不了多久啊，那片厂区就要被强拆，那些遗孀就要被流落街头了。昭妍，你现在是女将军，比叶枫有出息，你看看能不能帮帮王婆他们一把？宋姐姐，你就帮帮王婆他们吧，他们天天在垃圾堆里面捡吃的，前天还被车给撞伤了。居然敢这样对待将士们的遗孀，我现在就去宰了王子雄这个畜生！王子雄现在的事情先不要紧，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废弃厂区遗孀论。我们先过去看看。妹妹，你吃。哥哥吃，哥哥为了捡这个馒头，你都被狗咬了，你吃。哥哥已经吃过了，不饿，真的。屁气，脑子愣死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厂房马上就拆迁，赶紧他妈给我滚蛋！我们没地方去了，奶奶又病重了，你让我们再住几天吧。求求你了，让我们留下吧，我给你跪下了。你们没地方住，关我屁事！真他妈晦气！来人，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扔出去！叔叔，我们没地方去了，让我们再住几天，找到地方我们就搬走，好不好？你他妈不说住几天，我都忘了。你们住了这么久，该给我交房租了。1个月3天，你们至少住了2个月，6天，赶紧给老子拿钱！叔叔，我们没钱。没钱，就拿你做底呀！你他妈给我起！哥哥，过来！虽然脏了点，但年轻还是值钱呢。放开我妹妹，再洗看！敢跟我动手，来，我打死他！不要伤害我孙子！别伤害我孙女！老东西，快死还唧唧歪歪，这么在意你孙女，我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横的！
小妹妹。将军，关口发生了何事？不好了，敌人越界，他们想要袭到我们阵地。刘宗独自带人阻止，让我们回来报信。敌军居然偷袭！将士们，随我上阵杀敌！宋将军，敌人太多，刘宗抵挡不住，拉响手雷冲出去，和敌人同归于尽，壮烈殉国。这是刘宗留下的唯一遗物。清澈的爱只为大周，刘忠走好，我会将这份爱延续下去，让你的祖辈后代替你目睹着大周盛世，如你所愿。把刘忠的遗物带回去，务必要交到他遗孀手中。是。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父亲、他们的丈夫、他们的儿子勇冠三军。杀了你！等一下，先别杀他。怎么害怕了？老子告诉你，我是赵京城赵少的手下，赵少辉总督的儿子王子雄是好兄弟，就是厂房也是给扶桑的贵客公本川藏大人修建高尔夫球场的，以示我们大周和扶桑的友好。你知道刘爱国的父亲刘忠是怎么死的吗？他为了阻挡敌人犯我边境，和百名敌人同归于尽，尸骨无存。他用生命来捍卫大周，抵挡了边疆的风霜，挡下了所有的危险，才有了你们这群人的岁月静好。而你们为了个扶桑人修建什么破球场，居然对烈士之后赶尽杀绝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宋将军，现在战事已经停了，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得罪赵少。我今日若不杀你，今后还有谁为我大周而战？谁长眠于地下的百万英灵，又如何安息？我又有何颜面做这军中女将？好不好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我不去医院。你现在很虚弱，不去医院怎么行呢？我们家的情况你都看见，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钱去医院呢？没事的，我的情况我心里有数，没必要去医院花那个冤枉钱。大周将士开疆拓土，舍生忘死，而他们的遗孀却命如草芥，生病了就只能等死。我对不起他们。王八，没事，我有钱，我替你治。你们真的不用管我，我贱命一条，死了也就是死了。倒是你们赶快离开这里。赵虎是赵京城的亲戚，你们现在杀了他，赵京城肯定不会放过你们。婆婆，我们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都一把老骨头了，不用管我。赵虎是我杀的，由我一人承担。王婆，你放心，我今日定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王婆，你就放心吧，姐姐可是万善军的将军，可厉害了的。我知道你是将军，但赵京城和总督府勾结，总督府背后有真冤枉，你们强行为我出头，只会拖累你们呢。身为将军，若不能替自己的将士出头，这将军我不当也罢。别怕，一切都有我呢。不行，总督府背后有镇远王在撑腰，就算是我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，你就别掺和了。身为我燕峰的女人，又怎能让你独自一个人面对风雨呢？更何况，我身为曾经的万圣军议员，为昔日的袍泽出头，我亦不如此。奶奶，奶奶，情况很严重，必须马上去医院。
你先开我车去医院，等我忙完就去找你。好。我是不就要来大周的，他喜欢打高尔夫。你的球场修的怎么样了？东部军息怒，我已经派手下去清理那些贱民了，今天肯定能把那个工厂推了开。真是个废物！你们大周的人肉果然都是废物，办事效率如此之慢。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是飞机厂房，虎哥带人去厂房赶那些贱民离开，结果虎哥就被宋昭言给杀了。什么？妈的，连老子的人都敢动，老子现在就去灭了他！冠军侯，王婆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，万胜军会承担后续的所有费用，冠军侯无需担心。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万胜军的遗孀们。我已经查过大周其他地方，除了云城以外，其他所有省市对万胜军的旧部还有遗孀都很友好，只有云城一团糟，而且贪腐金额巨大，资金去向目前还没有查清楚。那镇远王呢？他最近在干什么？册封大典之后，镇远王就长了风寒，一直卧病在家，不曾出门。哼，连抚恤金都敢贪污，云城最近很有可能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在没有查清楚资金的去向之前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是。将军，这天都黑了，这该死的叶枫，明明是他帮人出头，现在事情闹大了，他倒好，借着送王婆去医院的名义开溜逃跑，怪不得在万胜军10年还只是一介小兵。沈南，你少说两句。赵京城，你好歹也是一方巨富，却如此为富不仁，非要对这些烈士遗孀赶尽杀绝吗？哼，他们不过是一群丧家犬而已，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浪费资源，我不过在为社会清理垃圾。你把这个厂房给老子烧了！我还是敢！我赵京城办事，凭你区一个宋昭言，没资格了。既然你要替他们出头，那就先拿你开刀。这是宋将军，万胜军新晋女将军，我看你们谁敢放肆！战事已经停了，万胜军已经卸甲归田了。现在的云城是赵家的云城，一个女将所求。动手！各位先生，救我！赵先生，你竟然联手扶丧，祸害我万胜军遗孀！你难道忘了大周的国仇家恨？忘了有多少同胞成为了扶丧人的刀下亡魂吗？哼，这都已经过去了，好吧？正所谓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盟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过去了，大周盛世，万里山河。都是我万胜军百万英力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，你是如何替先烈们忘记这血海深仇的？我觉得赵仓说的没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让开，我不会杀你。但你若继续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，要么你死，要么他们死，你选一个。将军，我们不是宫本的对手，没必要螳臂挡车。而且你刚刚坐上将军之位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你不要因小失大呀！沈南，你闭嘴！我之前的想法和你一样，只顾着自己高升，追求功勋，觉得只有无上荣誉加身，才能算得上是英雄豪杰。但是叶枫的话，让我明白了英雄真正的定义。
我大周5000载，但凡为家国荣誉而战的，皆为英雄。是他们延绵不屈的脊梁，撑起了家国的傲骨。家国生命是我无数英雄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血脉，更是我大周未来的希望。今日我但凡一息尚存，我也要护得他们周全。将军，你怎么就听信了叶枫那个胆小鬼的话？他这会儿已经躲起来了，说不定已经逃跑了。这些老弱病残的生死，如何与将军你相提并论呢？姐姐，你们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让开！姐姐，你走吧。山河虽无恙，吾辈当自强。父辈们好不容易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正是大周，我们也不能拖累你。刚刚那个姐姐说的对，我们只是老弱病残，死不足惜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活下去，替我们去看看这大周的盛世，去守护这大周的盛世。楚调子，不要！住手！住手！你终于来了。缩头乌龟，你怎么不早点来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再来晚一步的话，闭嘴！屁！敢多管闲事，本少先弄死你！上！木门县长，出手弄死他！他死定了！当日册封大典饶你，你竟然还敢在我大周境内伤我大周子民！今日饶你不得！当日之路，今日我们也该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一个手下败将，哪来的资格说这话？随时敌时，我今天赶来，就有信心收拾扶桑二郎们，现世！是扶桑五鬼将，扶桑鬼将刺杀他国大将，无往不利。不错，今日就算叶枫有今天的本事，也得死在这里。枫哥哥离开，我们随你处置。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命吗？给你就是，不要伤害我的哥哥姐姐。今日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都是叶枫惹的祸，这下把我们害惨了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了。叶枫能送完王婆回来，豁出性命守卫我大周烈士遗孀，他是英雄，配得上我宋昭言。他今日若是战死，我便陪他共赴黄泉。将军啊，你为什么就还不醒悟？他就是一个小兵，根本就不值得你这样付出。你当初就不应该为了叶枫而拒绝冠军侯对你的册封。你说说，今天这种场合，要是有冠军侯册封的名头在身，赵京城他们哪里敢这么放肆？现在好，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。方圆，放心，今日死的只会是他们。好了，各位，一言说完了，该上路了。扶桑五鬼又如何？看好了，在你们脚下是我大周的国土，是我叶枫所统御的战场。诸君，且听龙吟。这是金龙吟，金龙吟，难道他？你怎么也会金龙吟啊？我大周人人如龙，我会金龙吟有什么奇怪的？叶枫，你不能杀宫本川藏，宫本川藏是扶桑派来的友好特使，你杀了他会天下大乱的。友好特使，就这，在我大周境内对我万圣郡遗孀斩尽杀绝。所谓的友好就是这样。叶枫，你可想清楚杀我的后果？如果我死了，可能再次爆发国战，你可担得起后果？发国战又如何？大周征战10年，大周将士在
战场上砍下你们扶桑士兵的脑袋，死了还要镇压你们的亡魂。若再战，西出函谷，招旧部，将70万战阎罗。叶枫，你敢伤公本大人，我赵氏集团与你叶枫不死不休。宫本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可说？动宫本一个试试。王子雄，快救我！是。叶枫，你还嫌连累我们不够吗？难道你要我们在场所有人都给你陪葬才甘心吗？好啊，大胆刁民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行凶，还杀害了扶桑特使！来人，拿下！这是谁干的？必让血溅当场！想不到这冠军侯的脾气如此暴躁，为了几个遗孀就杀了宫本川藏。宫本川藏只不过是一枚棋子，死不足惜。走吧，好戏相应。王子雄，叶枫再怎么样也是我万圣军的人，即便他有罪，也是把他的罪状上呈给冠军侯，由他亲自定夺。你没有资格对他进行审判。王少，叶枫身手不简单，现在已经杀红了你。要是真的发生冲突的话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早晚弄死。叶枫，你为什么也会金龙营？难道你是？叶枫他跟着冠军侯征战10年，这金龙营指不定是跟着冠军侯初中学的。我为什么就不能是这冠军？冠军侯是何等人物，随便走到哪里都有万圣军开道，各方名流夹道欢迎。你虽然也会金龙营，但你连个护卫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是冠军侯？哥哥，你那么厉害，能不能收我和妹妹做徒弟，教我们武功？我们也想变得强大，继承爸爸的遗志，做一个为大周的荣誉而牺牲的人。你们确定吗？有没有出去为了大周而生活？可你确定？爸爸说过，来古河须桑子弟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要是人人都贪生怕死，又哪有国泰民安？爸爸说过，清澈的爱，只为大周。清澈的爱，只为大周。如果大周人人如你们这样，又何惧尘龙虎豹？我答应你。徒儿，你放心，为师一定杀了叶枫，替你报仇。大周的人也会付出代价。林燕小姐，请放心，我已经派人跟着叶枫，您可以随时锁定叶枫的行踪，杀了他。如果人手不够，我可以借你300人，一定要将叶枫他们赶尽杀绝。叶枫辱我扶桑，杀我徒儿，一刀宰了他，未免也太便宜了他。不但杀了他的人，还要诛他的心。林燕小姐的意思是，听说他有一个好兄弟叫萧卫国，对吗？对，他是有个兄弟叫萧卫国，不过已经战死了，骨灰也被我扬了。他的家人给他建了一个衣冠冢，葬在万圣军陵园。我徒儿也要葬在陵园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万圣军陵园里葬的都是战死的万圣军。宫本先生如果葬在那儿，先生的英灵怕会被欺负啊。这不简单吗？把陵园所有的坟都刨出来，丢出去。这会不会太过了？那可是上千英烈呀！况且事情搞大了也不好处理啊。现在告诉我，事情好不好收拾？老乡，你为国征战10年，今日头七，我便以战旗悬坟，
送你最后一程。上车吧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祭奠校尉国。宋将军，这些日子太麻烦你了，我们打车过去就行。校尉国也是我万圣军的一员，而且他也是叶枫的好兄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他们要把宫本川藏安葬在陵园里。他宫本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安葬在我万圣军的陵园？这事是王子琼让人干的。他们不仅要把宫本川藏安葬在陵园里，而且还要把所有万圣军烈士的尸骨挖出来，给宫本川藏挪地方。居然敢挖我万圣军烈士尸骨，谁给他的胆子？嫂子，老天呀，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这王子雄啊？他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拆了美国的灵堂，烧了美国的骨灰，现在美国都下葬了，他还不放回美国？嫂子，别急，我现在就去教训王子雄那个畜生。这就是校尉国的墓，都动起来，给我刨了！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哪儿来的老子？总督府办事儿，少他妈多管闲事儿。我是守陵的，陵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安葬在这里的先烈们都是为大周国而死的，我才不管什么总督府，只要我在这儿，谁都不准动烈士的陵墓。哎呦，老子他妈给你脸了吧？总督府办事儿你也给我打！老杂毛，你又不认识这个校尉，在这守陵，一个月能挣几个钱？至于这么拼命吗？拼命！大周的万里河山，都是他们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。今天我能够守住他们的安身之处，无关乎金钱，而是使命。龙哥，这老杂毛我知道，3个儿子全部战死，他这条腿也是露在战场上了。现在他们家就剩这一个老不死的了。浪费老子时间，老子还以为这老杂毛有什么背景呢。给我废了他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住手！王八蛋，敢挖先烈尸骨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你还是人吗？宋江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是在为总督府办事。你要是敢多管闲事儿，不仅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，就连你们宋家也会跟着一起倒霉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何而死吗？他们为何而死，关我屁事！老子只知道我刨了他的坟，女儿缴10万，当年大周国难，100万将士共赴国难，负我河山，壮我大周。戎马10年归来，去世少年身，归来烈士魂，山河亦无恙。归葬诸魂，这里的事情我叶枫管定了。我看谁敢动他们的长眠之所。万圣军战旗，连将军你都触碰不到的万圣军战旗，叶枫他到底是谁啊？战旗所起，刀锋所至，王子雄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凌晨覆灭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这就给王少打电话。王少，叶枫他们阻挡我们挖坟，还喊着要弄死你。什么？又是叶枫那个混账！等着，我现在带人就灭了他。林燕小姐，稍安勿躁，陵园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去就回。这个叶枫不知死活，想要他多活几天，一点都不知道珍惜。放心，这次我多带点人，一定将陵园夷为平地，让宫本先生好好安息。他叶枫若是敢阻拦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总督府的底蕴。记住，不要活口。总督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万圣军烈士陵园升起了万圣军战旗，自画唐山。万圣军战旗所起，必以鲜血祭之，云城要出大事。飞车去陵园。当年兄弟们随我共赴国难，如今大周天下太平，你们都是功臣。我叶枫如今用万圣军旗守护你们的长眠之地，请兄弟们安息。又在这装逼呢！今天就送你下去，跟他们一块儿安息。部长终于来了，就是他带着人阻拦我们总督府办事，算你什么用啊？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跪下给烈士陵园的英烈们道歉，要么我以你之血祭我军旗。我堂堂总督府的少爷，你让我给一堆死人道歉，可以吗？哈哈，万圣军不是你这种人可以侮辱的。我就侮辱了，怎么样？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是我今天既然敢来，说明我带足了准备来的。我今天就是要辱你万圣军，再烧了这万圣军旗，再把这个整个陵园夷为平地，怎么样？王子雄，你别太放肆！就算不怕他叶枫，难道你也不怕我吗？我怕死了！我给你个面子，你是女将军；我不给你面子，你是个屁了。如今战事已平，天下太平，你们这些兵啊将啊，连狗都不如。除非冠军侯在我这儿，否则老子就是这云遮的天！来，快，把这破旗子给我摘下来烧了，烧了！走！万圣军旗果然是万圣军旗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你个不懂，逆子，闭嘴！就几个大头兵，我能处理？你是不是傻？万圣军军旗都挂在那儿了，你还敢对万圣军的人动手啊？不就个破旗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现在就烧了它！万圣军战旗所在之处，但要对万圣军兵戈相向，皆视为对大周宣战。老子要是晚来一步，你冒犯了万圣军威，万圣军便可将云城夷为平地。王子雄，你不是要烧毁我万圣军军旗，踏平我万圣军烈士陵园吗？让我见识见识你总督府的底蕴吗？来呀，让我看看是你踏平陵园，还是我万圣军血染云城。宋将军，之前是犬子不懂礼数，冒犯了万圣军威，还望宋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在场能够抢出万圣军战旗的人，就只有宋昭言了。王子雄，我说过，要么你给这些烈士们道歉，要么我就以你的血祭我军旗。你他妈太过分了啊！你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！你真的想让云城血流成河？妈的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叶枫，这次算你厉害，你给我等着！儿子，我都给你道歉了，还要当我手面！万圣军军规，来把战旗悬挂，以你血祭之。既然你都道歉了，那就得拿出点诚意来，断你一只手，不过分。你怎么还不滚？将他另一只手断掉吗？山水有相逢，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的。走。爸，今天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在云城敢动我王长江的儿子，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一时冲动，影响了明艳小姐和那位大人的计量。你放心，肯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大哥，伤得这么严重，
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啊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比起当年我在万圣军浴血杀敌的时候，那差远了。连万圣军的战旗都拿得出来，还有女将军，看来你们在万圣军混得不错嘛。哎，今天我也算是守卫了陵园吧，你们是不是给我来点辛苦费啊？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这里有些钱，那这些钱您拿着。好，是讲究人，今天我也算是没有白白挨打。走了。本以为这个大叔继承了万圣军的风骨，没想到也是个见钱眼开的，真是看走眼。他也很辛苦，赚点钱也不容易。世人忙忙碌碌，谁还不是为了碎银几两？可他本来就是万圣军的旧部，保护万圣军烈士陵园不是他应该做的吗？还管我们要钱。总之，他这种人就是贪婪，见钱眼开。你也才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你不相信你去拍卖孤儿院看看就知道啦。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有吃的，有看的，还有笔，你们拿去分吧，拿去分。我专门找人调查过，聂兴国的3个儿子都战死，他的腿也是在战场上负伤后残疾的。他从万圣军退下来之后，就把所有的钱都拿来资助孤儿院，而这孤儿院的孩子也都是英烈之后，父母皆为国捐躯。昨天是我错怪了聂兴国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孩子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叶老，我们是来看看孩子们的。孩子们，别怕，他们不是坏人，跟你们父母一样，也都是万圣军的人呢。姐姐，万圣军厉害吗？你们见过冠军侯吗？哥哥，你们可以教我们武功吗？我也要加入万圣军。姐姐，我可以加入万圣军吗？孩子们，战争是很残酷的，你们确定要加入万圣军吗？一旦要加入万圣军，你们就会离开你们最深爱的人，甚至如你们的父母一般，去世少年生，归来烈士魂。我爸爸曾对我说过，少年自有凌云志，横刀万马定山河，愿以武备之青春，捍卫盛世之大周。好，非常好。少年强则国强，以后每天来教你们练武，好吗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年轻人，我代表阵亡的先烈们，谢谢你们了。叶老，比起你做的这些，我们做的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。照顾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曾是你的袍泽，自然也是我聂兴国的袍泽。照顾他们的后代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何须感谢了？对了，既然你们已经来了，就在这儿吃个饭再走吧。今天可是我们加餐的好日子。聂爷爷，那我洗菜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顺便把我那几斤肥肉也剁碎炒了。今天我们好好吃一顿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些啊，都是叶哥哥和宋姐姐送给你们了，快谢谢他们。谢谢哥哥姐姐。没事没事。你们平日就吃这些？没办法，我没几个钱，就那几斤肥肉，还是昨天陵园你们给的，不然的话都要等到我发工资的时候，他们才有口福。哥哥，这是我们早上才去市场里捡的，已经是最干净、最新鲜的东西了。我还捡到一根大骨头，上面好多肉。这骨头臭了，不能再吃了，我重新给你们买一个。啊，这帮孩子的抚恤金，不会也被总督府给？不但抚恤金被总督府拿走了，就连爱心人士的捐赠都是前脚捐赠，后脚就被总督府的秘书谭月给拿走了。孤儿院就不能曝光总督府的这些无耻行径吗？孤儿院如果不配合，并且曝光的话，总督府就会下令
拆掉孤儿院，所以说只能听从他们的安排。这帮畜生简直没有王法，欺人太甚！我现在就去总督府要个说法。等等，现在还不能去找总督府质问，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昨天在坟头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现在听到总督府的名头就害怕了？果然是个贪生怕死的东西。总督府贪赃的钱财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而且还跟扶桑人有勾结。我怀疑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在没有查清楚钱款的去向之前，不可以轻举妄动，否则就是打草惊蛇。贪生怕死就是贪生怕死，给自己找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？沈南，叶枫说的不无道理，你先冷静一点。王督府的势力巨大，在云城一手遮天，并且还有镇远王撑腰。你们虽然是万圣军，但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地盘，一旦动起手来，恐怕吃亏的还是你们。韩月，你来干什么？作为总督署秘书，我当然是为了体恤民生，专门为你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们发放补助的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想要补助？不想让这些孤儿院的孩子们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？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只是来发放补助的。只要你们让孩子在这合同上签字，这500万全部发放。难道说总督府良心发现？估计是昨天叶枫他震慑起到了作用，总督府怕我们把事情闹大，所以才故意来发放补助的。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我去看看那个协议。这不是补助协议，这是施药协议。这些畜生还有没有良心？这天下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笔捐款是我们扶桑的樱花医院出的，他们享受了樱花医院的补助，自然要参与我们的新药实验。参与试药算是造福世界，造福全人类，他们应该感到荣幸才是。我为什么不让你们扶桑自己的孩子去试药？闭嘴！这些卑贱的小哪有什么资格跟扶桑的孩子相提并论？这些孩子，他们的父母为了大周舍生忘死，将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了给大周的盛世，而你却拿他们的孩子去给敌人试药，这是大周的耻辱。这份耻辱，我叶枫不接受。哟，你还挺有骨气的呀！骨气有用吗？骨气能当饭吃吗？骨气能解决这些小的温饱问题吗？有了这个补助，他们就能活过这个冬天。要是没有这个补助，老东西1个月3000块，能养活得起这些畜生吗？没水没电没暖气，还没有钱，他们就等着饿死冻死吧！你们总督府的人才是真正的畜生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不仅敢打你，还要杀了你！回去告诉你们王总督，我们万圣军的遗孀还轮不到他和这些扶桑人来操心。你挺嘴硬啊！好，到时候可别求着我要补助。我们走。叶老，我这有100万，你拿去给孩子们用。谢谢。叶枫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万圣军的将士退伍后都可以选择直接领取一笔不菲的现金，也可以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很显然，叶枫这种人见钱眼开、好吃懒做，肯定选择了前者。真是目不短见。不管怎么样，叶枫都对孤儿院做出了贡献，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力。聂老，这里有50万，你们先凑合着用。好，孩子们，谢谢叶哥哥和宋姐姐，以后你们生活就有保障了。谢谢哥哥姐姐。真是一群不知好歹的贱民，给脸不要脸。看来我们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才行。
一群贱民敢拒绝我们扶桑的馈赠，冒犯我们扶桑，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顺便给宫本先生出口恶气。哈哈哈哈！给我烧！医生，他们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孤儿院的消防设施还算完善，孩子们只是受了点伤，受了点惊吓。这帮孩子也算苦，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孤儿院现在也烧没了，算是彻底无家可归了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千万别让我找到他，不然我一定会把他碎尸万段。是扶桑那帮畜生干的。你是说扶桑人干的？聂老在孤儿院装了监控，监控画面拍到是扶桑的2个女人放的火。那聂老人呢？聂老看孩子们受伤，拿着监控录像去樱花医院找他们去了。好，那你先照顾孩子们。王八蛋！就因为我不让孩子们吃药，你们竟然放火烧了孤儿院，你们的心肠太歹毒了！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，孤儿院的监控视频都在我的手机里，他们在孤儿院的全程视频都已经拍下来了。我今天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。现在证据没了，相反，我还要说你在这里闹事。身为总督秘书，不为大周子民伸张正义，反而在这里颠倒黑白。你说你啊，要是老老实实让那些小种签订协议，不就没那么多事儿了？现在倒好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怪谁呢？那些孩子，他们的父母都是为了大周盛世而双双殉国，你受盛世之恩，不思回报，反而在这里落井下石。他们殉国关我屁事儿！我的富贵可是总督府和扶桑人给的。你无耻！你愧对死去的英雄，愧对列祖列宗！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你今天就算是死在这儿，也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。公道？就凭你一个老东西，腿脚都不利索，也配跟我讨公道？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，今天哪怕是我血溅当场，我要跟你们这帮畜生同归于尽，我要为民除害！上！就你这个老东西，也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？你配吗？把这个老东西给我丢远一点，免得影响了我尊贵客人的心情。慢着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那些乖乖和我们签订协议，否则的话，可就不是烧孤儿院这么简单了。而且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根本护不住他们。等他们饿到半死，我们一个馒头就能让他们乖乖食药。休想！之后聂兴国还有一口气菜，绝不会让你们的帮孩子们的。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把他另一条腿打断，丢到后山喂狗。混账！谁让你们动聂老的？聂老，坚持说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为孩子们讨回公道。孩子们的公道，我会替你讨回来。你先去医院。下人，樱花医院大周人与狗不得入内。放肆！卑贱的大周人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们不配出现在这里，还不快滚出去！在我大周境内，还没有我叶枫不能去的地方。今天是为了判判孤儿院叶兴国来讨个公道的，要么你们自断双臂，要么血溅当场。公道不就是烧了那些孤儿院吗？
你们大周贱民的命本来就不值钱，别说是烧死一个孤儿院了，就算是把那些全部烧死了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太多了！这个卑贱的大周人竟然敢杀我们尊贵的扶桑人！告诉你，昨日放大火，你也有份是吧？就该死！叶枫，你疯了吗？他们可是扶桑的特使，地位比宫本还高，你竟然敢杀了他们！狗屁特使！当年大周一战，大周战旗破东都，马踏扶桑赏樱花。要不是你们早就投降，扶桑早就不复存在。一个败军之将有什么资格来我大周耀武扬威？来我大周伤我子民，辱我大周，他们就应该付出代价。但他们是特使，就算他们真的有罪，那也应该交给扶桑人，由他们来审判。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们的区别。我们扶桑人在大周犯了罪，就算回了扶桑，我们不会被惩罚，反而会被当作英雄。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杀了我们扶桑的人，大周一定会审判你。当然，你们大周人比我们扶桑人低贱，一命换一命，当然是不行的。在我回国前，我要杀掉孤儿院所有人，给天川羽陪葬。天川雪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怎么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觉得你今天还能活着离开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杀一人为罪，杀万人为雄。我叶枫屠你们扶桑人如屠狗，而我的双手也早就沾满了扶桑人的鲜血，不差你天川选一人。好大的狗胆！叶枫，我让你住手，你没听到吗？你竟然杀了扶桑人，找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，交给总督大人和林野小姐发落。你们身怀本领，却不思报国，反而欺压同胞，留你们有何用？这大头兵竟然这么厉害！别杀我！我可是大周人，你不是万圣君吗？万圣君不是有规定，自己的刀锋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吗？你难道想坏了规矩？同胞，你也配！你联合扶桑人诓骗我万圣君孤儿签订誓要协议的时候，你可曾念过同胞之情？欺压我万圣君旧部的时候，可曾念过同胞之情？你千方百计讨好扶桑人的时候，可曾记起自己是大周的子民？住手！总督大人，救我！叶枫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扶桑有人就算犯错，也轮不到你来审判。快放了谭月，谭月是我秘书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。叶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杀！这三个乱贼！就地格杀！住手！王总督，我们可是万圣君的人，就算是有罪，也是上报给冠军侯，由他亲自审判。你现在要是杀了我们，就是在挑衅冠军侯的威仪，你担得起吗？擅闯樱花医院，杀害扶桑特使，杀我秘书，是你们不守规矩在先。既然你们不守规矩，我又凭什么守规矩？今天都得死！我乃万圣军的女将军，是冠军侯要亲自册封的人。你可知道杀害我的下场？在战场上，冠军侯说了算；在云城，说了算。而且，只要你们今天都死了，你觉得这点消息能传出去吗？完了，叶枫，你这次把我们都害惨了。你要是没这么冲动，就不会连累我和将军了。是的，闭嘴！是扶桑人欺人太甚，他今日叶枫若是不杀他，就算是我也会和叶枫做一样的决定。赵远，别担心，他一个王长江能对我做出什么？除非他这个总督的位置不想做了。哼，胡油撼大树，不自量力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们！给我杀，死活不论！今日软动他们！
我万寿这边血洗云城。今日你们敢动他们，我万寿这边血洗云城。青凤大人，万圣军的亲卫，武力值仅次于冠军侯，真正的巾帼大英雄。宋昭言见过青凤大人，宋将军好。清风大人，您怎么来云城了？王总督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连我们万圣军都不放眼里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真觉得你在云城可以一手遮天了？不敢。既然清风大人亲自出面，那宋将军和柳胜男自然是可以离开。这叶枫罪大恶极，杀害扶桑友人和同胞，天理难容。这种暴徒，今日势必要将其就地正法。青凤大人，是这2个扶桑女子火烧孤儿院，欺压聂兴国在先，叶枫被迫反击在后。今日叶枫如果不杀他们，来日他们就会杀了烈士遗孀，叶枫根本就没有选择。这不过是你空口无凭的说辞罢了。我只看见叶枫杀人，在大周杀人偿命，这可是规矩啊。你可知他是谁？你确定你要治他的罪？我不管他是谁，今天就算是冠军侯亲自来，也不能送走叶枫。属下青凤拜见冠军侯。拜见冠军侯。冠军侯，你真的是冠军侯？青凤大人，我知道你想带走叶枫，但是冠军侯是何等威名，叶枫这种人该如何顶替？我本就是冠军侯，何须顶替啊？这是万圣军主令，真的是冠军侯。那日在战场，当真是你救了我。我本想在册封大典上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不过这也是好事，让我能以普通人的身份看清楚你的真心，也看清他总督府丑陋的嘴脸。你果真是冠军侯。王总督不信的话，大可以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一句话差评你总督府。只要冠军侯一声令下，万圣军立马参选总督府。不敢，不敢。冠军侯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不识泰山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退下！恭送冠军侯。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总督请放心，少爷亲自出马，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不错，叶枫，就算你是冠军侯又如何？老子一样让你死！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？已经有些眉目了。总督府不仅贪慕大批抚恤金，还收取了扶桑的巨额钱财。总督府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钱的去向都查清楚了吗？大概有3个方向，一个是用来收买云城和龙都不少官员，一个是用来聘请各国的绝顶高手，还有一个，他们用来招兵买马。总督府现在大概有10万的私兵了，具体细节还需要2天查清。10万的私兵，他要造反吗？庆丰，盯紧总督府，随时收网。明白，冠军侯，扶桑那边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，您看。到了。爸，妈！他出了场了，没有看到伯父伯母。叶枫，叶枫，嫂子，你没事吧？王子孝带人把你父母给绑走了，快！什么 ？Hello， 王子雄，我父母呢？父母啊，被我接到家里来做客了。放心，对他们可好了。来不及，你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王子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父母有事，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。想要你父母活命啊？好啊，一个人1个小时里来总督府，过时不候哦。君主，他们这明显设局要你的命。去，备战鼓，吹号角，百万雄师聚云城。没想到叶枫
居然就是那位大人的死对头冠军侯。是冠军侯又怎样？断了我一只手，我一定要弄死他。冠军侯一死，万圣军必然溃败。灵叶小姐可要记得你的承诺啊！放心吧，只要冠军侯一死，我扶桑的大军就会攻入大周，助那位大人完成大业。舅舅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莫非是有什么事？侄女啊，如今大周正值盛世，结果冠军侯却守不住。舅舅此话何意？难道你忘了，大周能有如此盛世，可都是冠军侯带着万圣军打出来的。谁能保证冠军侯一直不变心？我收到消息，冠军侯自回云城后嚣张跋扈，不仅欺负孤儿寡母，还杀了3名扶桑特使。云城总督出面劝告，结果冠军侯杀了总督秘书，还砍伤了总督少主一只手，让云城天怒人怨。真有此事？冠军侯真的如此居高自傲？不管如何，收回兵权是最保险的办法，可以避免让极端的情况发生。如果冠军侯真的对大周无二心的话，他肯定会愿意交出兵权。但若让他拥兵自重，如舅舅所言，我这就派人拟旨，派辛普舅舅跑一趟，收回兵权。王子雄，将他交出来！哇哈哈！不愧是冠军侯，神威无双啊！居然连总督府都打得进来。我一个人来了，把我爸妈交出来。要是他们有事儿，我马上收。打打杀杀的干什么啊？咱们好好谈谈，要不然你的父母……这就对了嘛。你废了我一条胳膊，在见你父母之前，咱们的账得好好算算。只要咱们的账算清楚了，我自然就会让你见到父母，甚至让他们安全离去。但是你要是耍什么花招的话，我保证你只能给他收尸体。放心，我的刀很快的，忍一忍，马上就好。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立刻杀了！滚开！都散开！叶枫，有事好商量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王子雄，再不把我爸妈交出来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别伤害我儿子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叶枫的父母带出来！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爸妈，别怕，我现在就来救你们。按照约定，我把你的爸妈给你，你快放了我儿子！动手！不惜代价杀了叶枫。林叶小姐，我儿子还在叶枫手里呢。杀！陈林叶，你这臭不要脸说什么？林叶小姐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你不顾他的死活，这未免太过分了。为了大计，杀死一个王子雄又能怎样？别人的儿子都可以死，为什么你王长江的儿子就不能死？而且，今天叶枫不死，他会带着万圣军踏平总督府，你儿子一样活不了。我不管，我王长江的儿子
就是不能死。王长江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扶桑人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你儿子的性命，他们就没有人性。你跟他们合作，完全就是与虎谋皮。如果你现在放了我父母，我不会追究你和你儿子的过错。爸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爸！林燕小姐，我王某人不干，我只知道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就让他活着，我放了叶枫的父母。儿子，儿子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天川林燕，你这个臭娘们儿，你杀我儿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儿子已经死了，叶枫手里已经没有了筹码，你赶紧下令杀死他！赶紧下令！难道你让你的儿子白死吗？你贪赃了那么多万圣军旧部和遗孀的抚恤金，叶枫就是万圣军的军主，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就算是他今天不杀你，来日也会让其他人除掉你。今天要么叶枫死，要么你死。叶枫，如果不想你父母死，就放下你手中的武器，不然我就把刀放下！别忘了你爷爷、你太爷爷，你们都是为了大周而战死的，血洒疆场，一门亲忠烈，以你而蒙羞吗？还有你最爱的妻子，堂堂巾帼英雄，你可别忘了他临终的遗言。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，他真的愿意看到吗？我们尽力了，李将军伤太重了，时间不多了。蓉儿，都怪我。当初要是我也能考上军校的话，不是说好的吗？你在家里照顾子兄，我替你去守护大周。蓉儿，你别走，说好的，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大周盛世。我可能去不了了。老王，你答应我，你和子兄替我去好好看看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守护好大周的每一次下。蓉儿，我把饭做好了，等你回来吃。蓉儿，我不曾忘记你的嘱托，可是我跟错了人，我迷路了。你现在知道你错了，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放了叶枫的父母。王长江，你在干什么？难道你要违背那位大人的意思吗？狗屁！我早就怀疑他了。人为了大周好，为什么要和你扶桑合作？为什么要做那些丧天害理的事情？来人，我将天川林燕拿下！你要是杀了王长江，立马杀。冠军侯，我劝你现在老实一点，否则的话，我让他们杀了你父母。不用担心我，你是冠军侯，整个大周都还需要你，不能让我们连累着你啊！是啊，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现在看出来也没有用，要怪就怪你们大周人太愚蠢，只有你相信那个大人。什么意思？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们扶桑跟他合作，不过是想和他联手杀死冠军侯。只要冠军侯死了，
大周肯定内乱，到时候我们扶桑国就可以一统大周。哼哼，你真以为自己能得逞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周的女子都可为国捐躯，我堂堂气质男儿有何不可？你扶桑太小看我大周子民的血性了，弟兄们，让这个扶桑女人跑了！爸，妈，你们没事吧？孩子，我们没事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孩子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。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会失败？我大周5000载来，从来都是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将士战沙场，女儿殉江山。这些人的骨子里都流着我大周的血性，不是你区区扶桑人可以蛊惑的。哼，这就是所谓的大周的血统吗？不过这又如何？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没有任何人阻止大周的覆灭。你什么意思？冠军侯，大周的子民将会为我陪葬。扶桑必胜，扶桑万岁！妹妹，一路走好。很快我就让整个大周为你陪葬。叶枫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你先送我父母去医院包扎，我随后就到。传令下去，厚葬王长江。他这人本性不坏，只是跟错了人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对了，扶桑那边有什么新动静吗？驻扎的士兵依旧按兵不动，但还在不断增兵。哦，对了，王长江这些年踏步的抚恤金去向查出来了，都进了这个账户。君主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大周要变天了，我给你交代一个任务，你亲自跑一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休养几天就好了，放心吧。不愧是冠军侯啊，这都能从总督府全身而退。陈千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好几笔账要跟你好好算算。冠军侯，别急嘛，我常年待在皇宫，你要找我算账，有大把的时间。现在先说一说你的事情，我今天过来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叶枫，女帝有旨，让你交出兵权，留在云城养老，非诏不得入京。还不赶快跪下谢恩？这是女帝体恤你辛苦，让你提前退休之意。镇远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现在虽然南荒战事已停，但扶桑大军压境，对我大周虎视眈眈。你现在收回万圣军的兵权，万圣军群龙无首，这不是置我大周于险境吗？我大周能人辈出，难道我泱泱大周离了他叶枫一个人就不转了吗？叶枫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抗旨的后果，你应该知道。镇远王，你这就是在逼迫叶枫将我整个大周置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叶枫，你千万不能交出兵权。叶枫，你千万不要交出兵权。叶枫，叶枫，你对我来说，只是一块令牌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好，冠军侯果然高风亮节，这兵权说交就交。不过我也要提醒冠军侯一下，既然已经交出兵权，
就老老实实的待在云城过日子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只会身败名裂，晚节不保，甚至丢了小命。给我滚！走。叶枫，你为什么要交出兵权？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兵权在你手中有多重要吗？现在扶桑大军集结，这个时候你交出兵权，一旦战事再起，大周子民势必生灵涂炭。我累了，征战10年，我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大周的盛世。现在，我只想好好生活我的份。叶枫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。难道你就真的忍心看我大周黎民百姓生灵涂炭，忍心看到昔日同袍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的热土被他人践踏吗？既然你选择了苟且，那我也不强求。但我身为万圣军昔日将军，我必须召集6部。就算没有你，我和他们也会誓死捍卫大周。这是万圣军军主令，拿着这令牌，通知所有万圣军就地解散，卸甲归田。万一他们不肯解散呢？那就剥夺他们的军籍，然后把所有人都抓起来。不想活，那就死。明白？没了万圣军，就没人能阻止得了我。是时候回去让我的侄女让出国主之位。叶枫，你是男人还是冠军侯？现在战局紧张，你怎么能让朝阳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去面对呢？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打算？我才没有你这么怂的儿子。我和你妈不用你担心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孩子，妈虽说是个女人，但我明白，没有国何来家？你肯定比妈更懂得家国大义。赶紧去，大周需要你，大周的百姓需要你，赵岩更需要你。还不快走！非得我赶你走吗？还是要我替你去上战场？爸妈，照顾好自己。我跟你讲啊，上次那个事儿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么大动静，刚刚是地震了吗？不是地震。快看新闻，万圣军就地解散，扶桑大军开拔入境了。什么？万圣军解散了？为什么要解散万圣军啊？要是没有万圣军，我们拿什么抵抗扶桑？万圣军为国征战10年，浴血疆场，好不容易才有这大周盛世。但你看看是如何对待那些旧部和遗孀的，他们凭什么要再次用性命来维护我们的安稳？哎，难道这大周短暂的牺牲后就要亡了吗？你们快看，万圣军的战旗！果然开始了。同胞们，看到这面战旗了吗？这面战旗本属于万圣军烈士陵园，它承载着万圣军先烈的意志。如今战事再起，我们在万圣军战旗下，在日月山河照耀下，在先烈英灵庇佑下，将再次守卫这片热土。这片热土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守卫了5000年的热土。这片热土生活着我们的父母妻儿，我们的兄弟同袍，承载着祖祖辈辈5000年的历史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为了我们的父母妻儿，为了我们的兄弟同袍，为了
我们祖辈长眠之地，唯有血战到底。有谁愿与我上阵沙场，血染边疆，让他们还出我们的国土？我大周竟到这般田地了吗？将军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既身为将军，哪怕孤身一人，我也要奔赴战场，战死方休。宋将军，万神军死尸营旧部，聂兴国归队。聂老，你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虽然我的腿脚不利索，但是只要上了战场，多少还能抵一个，这就够本了。作为大周男人，能够为国捐躯，血战沙场，这就是荣誉。万圣军死尸营旧部谢破虏归队，我们也愿意加入万圣军。他们两个只是孩子。爸爸说过，清澈的爱只为大周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要是人人都贪生怕死，又哪来的国泰民安？拼了！我也要加入万圣军。不就巴掌大点的扶桑吗？我大周有的是人，你们这群小孩别和我抢功劳。不错，百年国仇家恨，这次正好和扶桑算清楚。大扶桑死了也能进族谱，这么好的机会都别和我争。这边来，对不对？你今日若是来劝我和你苟且偷生，那就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你这点人不够。快看，那是冠军侯帅印，冠军侯回来了，他没有抛弃我们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冠军侯是不会抛弃我们的。冠军侯与大周同在。万圣军旧部听令，但凡隶属我万圣军旧部者，不论男女，不论老少，无论身在何地，全军集结。这一次，我们将不再接受求和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大周的怒火，知道我大周的血性。万圣军旧部听令，但凡隶属我万圣军旧部者，谢谢榜一大哥送的火箭。带好啊，一带好。少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去支援你弟，剩下的交给我来。该死的扶桑，真是贼心不死，居然还敢犯我大周！真当我大周万圣军是吃素的吗？国主，不好了！郑元丸他拿到万圣军的兵权后，第一时间解散了所有的万圣军。什么？解散万圣军？他疯了吗？万圣军驻守边疆，要是没了他们的话，扶桑大军岂不是长驱直入？
国主，不好了，镇远王他……国主，镇远王他带人逼宫了。国主，我们还有多少能调动的亲卫？能调动的亲卫不足3000，镇远王调了3万精锐前来，还有不少扶桑高手助阵，请陛下立即撤离，我等必用性命为国主杀出一条血路。撤离？我为什么要撤离？这里是我的大周，我的国土。自古以来，天子守国门，君主死社稷，君族葬沙场，儿女殉江山。本帝有求必让乱臣贼子的道理。召集所有人，今日本帝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。是。我的好侄女，舅舅也不想伤害你，你主动退位吧，别逼我动手。你乃大周镇远王，也是我的舅舅，为什么要和扶桑联手？你难道忘了曾经的国仇家恨吗？陈凤来，别在这里废话了，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，赶紧乖乖投降，交出国主印，我们还能饶你一条小命，否则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大周是我陈家的大周，我和我侄女之间的事情关你屁事！一个外人也敢对我侄女不敬！凤兰，交出国主印吧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只要你交出国主印，你依旧是我的好侄女，我依旧会善待于你。为什么？我那么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要反？给我个理由！这大周向来都是男人的天下，从来没有一见女流当国主。我大哥当年却将国主之位传位于你。女人又怎么样？女人一样可以报效家国。我大周巾帼不让须眉者数不胜数，谁言女子不如男人？如果我有什么做的让你不满意的，你大可以说出来。满意？当年我想要外出杀敌，建功立业，而你却让叶枫一个外人出征。叶枫战功赫赫，我反倒成一个多余的。还有，扶桑杀了老国主，如我大周杀我大周子民无数，国仇家恨，鏖战10年死百万。我们好不容易胜利了，我们明明可以杀过去，荡平扶桑，为老国主报仇，而你去接受扶桑，割地求和。一个只顾眼前利益，不顾国仇家恨的女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国主？我为何不反？这就是你拿着万圣军力解散万圣军，让扶桑大军进入大周境内的理由吗？你忘了曾经的血海深仇了吗？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软弱无能吗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大哥，也就是老国主，当年是如何被扶桑刺客刺杀的场景。血海深仇，我又如何能忘？我又有什么资格敢忘？那你还敢造反，勾结扶桑大军入境？我早已安排了人设了埋伏，只要扶桑大军进来，我的人就能全部将他们埋葬在大周。这一次，他们派出了80%的兵力，这80%的兵力全部都得死，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大周。只要他们的主力全部都死了，我就带领大周的士兵荡平扶桑，为我大哥报仇，为曾经死去的无数同胞报仇。我也将成为大周100年历史上最强国主，青史留名，流芳百世。你是故意跟扶桑人合作的？没错，相互利用。扶桑借我的手对付万圣军，我借扶桑的手诛他们一族。我的好侄女，听话，快出来吧，
交出国主意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周盛世。住手！有我宋昭言在，尔等乱臣贼子，休想踏入国主之位！镇远王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，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就凭你们几个也想阻止本王，不过是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罢了。速战速决，外面的扶桑大军还等着我们处理，保护国主。金龙营，你为什么会金龙营？我为什么不会金龙营？他叶枫会的，我都会；他叶枫不会的，我一样会。我哪一点不比他叶枫强？这越王，你好深的心机啊！藏的不深，早就被你和叶枫杀了，哪里还会有今天？我的好侄女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强，比你们任何人都有选项。我才是大周的第一英雄，第一明君，只有我才能带领大周走向巅峰。就凭你，当初老国主要是传位于你的话，大周交给你统领，早就没了。你胡说！要是我是国主，早就踏平扶桑了。笑什么？我笑你愚蠢！当初老国主在位之时，大周内忧外患，每天都有刺客进行行刺。老国主担心你的安危，特地把国主之位传给了女帝。他就是怕有朝一日女帝如遇不测。还有你这个镇远王，能担起国之重任。扶桑战败之后，国仇家恨，我又如何敢忘？当初我们虽然打赢了，但大周倾尽全力，百废待举。旁边还有南皇和天竺虎视眈眈，如果被仇恨蒙蔽，此刻大周早已被瓜分。不信，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，你们在骗我，好让我收手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好欺骗的。这是老国主的遗旨，和我当初留下的密谋。一旦我遭遇不测，你就是新任国主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真是一出好戏，只可惜到最后看不到他们皇室血脉相残，真扫兴。天川灵燕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天川灵燕是我的妹妹。我叫天川灵姬，一名彼岸，专门来颠覆你们大周的。10年前国战，虽然我扶桑败了，但今日势必一雪前耻。另外嘛，我也要为我妹妹报仇。今天整个大周都得为我妹妹陪葬。天川灵姬，我不会让你伤害陛下的。只要我天川灵姬要杀的人，玉皇大帝都保不住。我陈千机的侄女，还轮不到别人来伤她。镇远王，你不愿意做狗，那就跟我去死！你还没有资格来叫嚣本王。大周国的男人果然都是废物，就如此不堪一击。你要是敢动我侄女，定让你扶桑国亡国灭种！
你觉得现在的大周还有能力和我扶桑国一战吗？你以为我在云城搜获的钱财是用来自己享乐的吗？果然是你，勾结总督府，贪污了将士们的抚恤金，让将士家属吃不起饭，住不起房，看不了病，太不是人了！就有你连抚恤金都下得去手，你好狠的心！就这样，你怎么配做一国之主？我愚蠢的执虐，那些旧部和遗孀都只能是累赘。你把抚恤金分发给他们，纯粹是浪费。而我要把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我会拿着这笔钱培养一大批死士。等扶桑大军入境时，我的那批死士将会把扶桑大军全部埋葬在大周的境内，而我只需要一声令下，剩下的那些死士将奔赴扶桑首府，踏平扶桑。妇人之仁，终究难成大事。我这是在教你王权之道。你的这点心思，我们扶桑看不出来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的这些死士，早在开战以前都被我清理干净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有他们的名单？这会儿我们扶桑的大军，恐怕现在已经在大金国的国内全面展开防线了。而你，大周的镇远王，可真是我们扶桑的大功臣呀！要不是你帮我遣散边境的万圣军，恐怕我们连大周的国门都进不来。都是因为我，大周落寞，都是因为你破坏了我的计划。我要杀了你！呀！今日起，大周亡国。都是因为舅舅糊涂才害了你啊！舅舅，你别死，我求你了，我就你一个亲人了，舅舅，都给我去死吧！一放，住手！他终于来了，冠军侯来了，大周有救了。臣救驾来迟，请你弟恕罪。你回来就好，我也有错，不该听信镇远王发红。陛下，这不怪你，你也只是被蒙蔽了而已。今日有你在，我就心安了。我叶枫与万圣军与大周同在。冠军侯，你被剥夺了军权，还不乖乖的夹着尾巴苟且偷生，还敢来这里多管闲事？保卫大周，人人有责。你们扶桑人都没死，我又怎么会夹着尾巴留声呢？好，大名远扬的冠军侯，今天就叫我领教领教，顺便给我妹妹报仇。叶枫，小心，他很强。看好了，我只教这一遍，真正的惊动你，以后别躲在暗处偷学，免得让外人看扁了我大周真正的能力。好强，好强！不愧是天下闻名的冠军侯。不是我太强，是你们太弱，弱到我都失去了一枪杀掉你们的兴趣。太弱，太弱！不仅你弱，整个扶桑都弱，弱到灭你们，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行。只是我败了而已，可是我们扶桑赢了，你们大周都要给我陪葬。你要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是整个扶桑为你陪葬。什么意思？万圣军不辱使命，全歼境内敌军百万，反扑敌国。即日起，扶桑亡国灭主，特向我大周国主奉上扶桑国主。那是扶桑国印。难道云城一别之后，叶枫去了扶桑？不可能，我们扶桑国不可能灭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叶枫，我明明已经抢下了万圣军，你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一切还要从这个册子说起。你怎么也会有这份名单？你派遣王长江贪污抚恤金、圈养10万死士一事，
我早已查清这份死士名单，天川林业早已窃取，因为这份名单我就是从扶桑那边窃取过。扶桑他们以为吃定了舅舅，没想到叶枫黄雀在后，终究是技高一筹。可是我明明已经遣散了万圣军。万圣军听命的不是君主令，他们听命的是我与国主。君主早就安排好了一切，将计就计，静等扶桑上钩。这批死士营名单是我们从扶桑窃取过来的，证明了镇远王动用云城抚恤金一事已经被扶桑知道，甚至镇远王的计划也完全败露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立即前往境外，传我口谕，让万圣军埋伏好，尽量拖住扶桑大军，等待万圣军救助支援。这次扶桑大军压境，本土肯定没有多少防御力，派出死士营直捣黄龙，荡平扶桑。是。不可能！我扶桑国不可能亡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！叶枫，你在骗我，你一定在骗我！不信，你可以打开新闻看看。完了，一切都没了。我辛苦密谋了这么多年的计划，我扶桑国覆灭，都怪你！你为什么要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，让我们扶桑国灭国灭种？我要杀了你！走。叶枫，我要向你道歉，我不应该质疑你手握重兵，更不应该处处打压你，跟你作对。我愧对大周，愧对所有的万圣军。冠军侯，我也有错，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会弥补你的一切。我准备去掉你的冠军侯，封你为并肩王。陛下，臣本就是大周的男儿，报效家国，这是臣应该做的。封不封王无所谓，只是这一次能好好善待这些将士们吗？冠军侯叶枫，臣在。救我大周于水火，护国佑民，壮我大周神威，特册封为一子并肩王。谢国主。宋昭义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为我大周征战多年，开拓疆土，特封为大周第一夫人。则吉荣，本地亲自为第一夫人和并肩王举办大会。谢国主。刘胜明，忠君忠国功不可，特封为大周第一位。谢国主。镇远王，臣在。迷途知返，但对大周忠心日月可见。救驾有功，但功不止过，降为云城总督，抚恤百姓。臣先机，谢国主隆恩。金凤，以后万圣军就交给你了。君主，我还望君主三思，万圣军不能没有君主。怎么，还想让我操劳一辈子吗？巾帼不让须眉，你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万圣军了。来。哎呀，不是说好了战事都已经结束了吗？风儿和昭妍为什么还不回来呢？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你个乌鸦嘴，别乱说！还有脸说呢？当时都是你让风儿上战场的，哪里有亲生父亲劝儿子上战场的？那当初你不也劝风儿了吗？这事你不能都赖我一个人啊！哎，风儿车回来了，就是，回来了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风儿昭妍，哎呦，可把我给担心坏了。你们总算是回来了。妈，没事儿。这次叶枫呢也是载誉而归，为我们大周立下了大功。昭妍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们叶家终于有后了。哎呀，别堵在这里了，赶紧让昭妍进去坐。怀孕的人站时间长了对孩子不好啊。哎呦，对，臭小子，媳妇怀孕了也不早点说。哎，昭妍，来，快进屋，来，走。好，走。大哥，现在扶桑灭了，
们给你报仇了，你睁开眼看一看，这大周的盛世。我们两个老家伙都比不上凤来那丫头。之前你做国主，我辅佐于你，为了大周，我们殚精竭虑，但却处处受制于人。但是如今，凤来执掌的大周重回巅峰，真正的百国来贺，天下诸国都要看我大周的眼色行事。如今的大周，人人如龙，即便是女子，乃是巾帼红颜，再不惧怕豺狼与虎。还有你最喜欢的冠军侯叶枫，前几天生了个大胖小子，等孩子满月的时候，让我带过来看你。国泰民安，人丁兴旺，可惜你没能亲眼看看。总督大人，有情况。说。天竺密探潜入云城，联系南荒和扶桑余孽同有重谋。周围贼国亡我大周之心不死啊！走，灭了他们，让所有敌人都知道，犯我大周者虽强必诛。